大家好，现在是2025年9月30号。我今天来到了广西东兴。东兴这个城市是中国和越南交界的一个口岸城市。今天我们的行程呢，就是先去探访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金族的主要聚居村落金族三岛，然后再去东兴口岸那边感受一下中越交界的特色美食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我在这东兴高铁站附近走了一圈了，想找个饭吃都很难。这附近除了高速公路就是汽车修理店，没有卖吃的，高铁站里也没有。走了快2公里，终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小区门口有一点吃的，还没吃早饭呢，走吧。来东兴的第一顿吃了一个牛肉粉，这一碗是杂螺粉。刚才闹了个笑话，因为我们以为杂螺粉是像螺蛳粉那样小小的螺，但它的杂螺是这种大个的这种蛤类，然后里面也有肉，乍一看没分清哪个是牛肉粉，哪个是杂螺粉。整体是一种鲜的清淡的味道，感觉早上吃这一碗还是挺舒服的。这边的粉跟我们在外地吃的也不太一样，它不是很 Q 弹，是那种一咬就断的，而且它的粉表面的质感会更粗糙一点，不是滑溜溜的那种，非常容易断。结束，现在坐公交车去金族三岛了。我第一次见这个红香蕉。这个红香蕉可以只要2个吗？可以只要这一点吗？要1个吧，咱俩就尝一下就行。一个你拿去吃就算了。那都不好意思。那太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来吃吧。那不没有。那我们付个1块钱吧，可以吗？不，没关系，扫码付一个吧。不用扫，不要。那不行。没事，太不好意思。自家的商家，没事。啊，你自己家的是吧？对。啊，我付个1块钱没事，就要1根就行，我们。不用拿去，不用切，拿去。不行。不是拿去，我切的是酒，不是切香蕉。拿去吃就可以了。谢谢老板。我现在到了金滩这附近，也就是金族聚居的这边几个村。然后刚刚在路边看到一个卖红香蕉的小摊儿，本来想买一点的，那个大哥他说你拿去吃吧，直接把这3个给我们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付了1块钱，不知道他具体咋卖的，尝一下吧。这个香蕉的皮比常见的香蕉要薄，仁儿也大。味道差不太多的，很好吃，很香，非常香。这浪有点太大了吧，有点滚滚长江东逝水那种感觉。鞋湿了吗？没有，我跑得快。这里的马路就跟海岸相连，没有沙滩的过渡。这个人过不来了。后面有车啊。这浪太大了，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浪。感觉他把台阶修海里了。这有一个大哥，他下去走了。雪白的浪花简直就像牛奶一样。而且今天天气不好，就是没有太阳，就海水不蓝。这个海浪能直接拍到马路上来，就直接在车开的这条路上拍，简直了！这边人的生活就跟这个海浪融为一体。现在我到了鲸族博物馆，就是在这个鲸滩沙滩的旁边。这个鲸族博物馆应该是现存的有关鲸族的资料最全的地方了，我们去看看。那个字儿那么怪呢，有的我有认识。就是以前越南他们用的那个叫南字，或者叫字南。这是越南字。对，就是把汉字重新组合拼凑成为的一种文字。现在鲸族他们其实以前也还在用这种字南，但是现在应该年轻人用的比较少了。这鲸族特色独弦琴，然后他们是一个以海洋为生的一个民族，所以他们那个捕鱼也是他们的一种特色。鲸族的哈节就跟我们过年一样热闹。看这个壁画上面，你看有这个花灯游行，然后有大家一块儿吃饭。那边还有玩那个跳竹竿。鲸族的捕鱼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们会用高跷捕鱼法，脚踩在高跷上，直接下海去用网捞鱼。现在应该也没多少人会了。我之前在小红书上搜，他们说现在你要见到这种高跷捕鱼，就得专门去请人，就是雇人表演。对，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用这种方法了。他这里解释说，高跷是用来捕捞南虾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工具就是脚上踩的高跷和手上拿的这个捞架。油炸沙虫，沙虫不是那个沙丘里最大那个吗？这是儿童版。到新美。除城乡居民喜欢食物外，好想吃啊！56个民族，55个能歌善舞。鲸族喜欢唱歌，他们这边唱歌叫唱哈，哈就是歌的意思。然后他们这边会过一个哈节。是鲸族最热闹的节日。一个音，可能不是像咱俩说的，谁也能想。但你看他这个就没。感觉全世界的男的玩的都一样。摔跤是吗？我们现在又坐上公交车，要去东兴口岸那边了。预计车程是1个多小时。现在是中午，吃了那2根香蕉，一点也不饿，准备在车上睡过去。等会儿见啦，拜拜。现在我到了东兴市区，这里离东兴口岸非常近。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在这附近。现在先去酒店饭包，然后下来找点吃的。路过一个网红面包店，买了一个传统河内面包，12块。
据说是越南人每天过来这边做，然后下午5点之后就回去了。看，还不错吧？看，里边加了香菜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等会儿回去尝尝吧。走吧。现在来尝尝那会儿买的面包。这一路走过来都看到好多卖这个越南面包的摊子。不知道这个网红的到底网红在哪？啊，全是渣渣，碎了。那种脆面包。对，它表皮是脆的，但它里面是那种软的。咬一口。肉松、香菜和那种鱼肉。看，咸味儿的，味道还不错呢。我这个香菜加对了。我现在在万众国际批发市场，这是东兴口岸这边一个很大的小商品市场。感觉卖的东西就是像义乌小商品那种风格，什么都有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用的，没什么意思，逛逛还行。对，放子弹的。哦，这么香。对呀，你可以不拿子弹的也可以啊。这个让卖的是吗？可以啊，这是玩具枪，又不是真枪。这不是真的。玩具枪。那个塑料子弹是吗？对，是这种，小时候你们应该玩过。哦，啊，其实是火药。对。啊，我没见过，我小时候没有。拿一个吗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这个是泰国的浓缩版的，很脆一些。泰国的就和国内的不一样吗？不一样的，口感是不一样的。喝过没了？可以让大一品尝试一下。没有什么兴趣。这个批发市场里边都太热情了，主要是今天没什么游客，我们俩就是待宰的羔羊，所有人都在那儿招呼咱俩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进去逛了一圈就出来了。这个楼下还挺热闹的，应该是一个步行街。卖烟的。这种小椰。这个泰香椰推荐大家尝一尝，就是我们买那种大个椰子，相比起这个太水了，这个椰子味非常浓，而且很甜。好甜啊！热拉面包了，老板。人走了，鞋还在。在口岸旁边点了一碗鸡杂粉，这粉是这种细细的，汤非常清亮。然后这个是春卷儿，像是炸过的，外面是酥脆的、油油的。我先尝一个春卷吧。这里边是木耳、粉丝、胡萝卜，感觉没有什么调味儿，是不是要蘸料才能吃的？这应该是辣酱吧？里边就是一股鲜味儿，要蘸上辣酱才有味儿，还不错。下一个。鸡杂粉，这味道都非常清淡，就是如果口味重的人，你自己得加点调料，不然的话就会觉得没味儿。里边居然还有黄豆，
而且上菜非常快，我们刚坐下来1分钟就上完了。这个鸡粉啊，它看着非常清淡，但是它吃的时候会有一股鸡油的香味儿，然后这个鸡杂里面的调味也是很重的，是那种腌过的味道。粉儿它本身没有味道，但是裹上了这个鸡油味儿就变得很香，然后有一股这个黄豆的香味。它的我感觉这个鸡杂是跟黄豆一起卤的。有水吗？给你揉揉。这个是鸡蛋吗？还是鸭蛋？这个很补啊。毛蛋。怎么办？那是姜对吧？姜。Đấy con công nhận cái người ngồi ở đây đi. Không mua. Vâng. 哎，谢谢。好像是毛蛋啊，它打出来那一瞬间我就，我尝一口吧。这就是蛋，你不要多讲就好了。怎么是硬的？硬的，梗啾啾的，太怪了。它还有一些这个炸的脆脆的和花生啥的，给你吧。那还有一点，你还是别看了。这个黄的部分还可以，跟蛋还比较像。然后这部分就已经不再是蛋了，没啥味道，没啥特别的味道。我是说没有那个臭味或者什么那种都没有。它加了好多调料，那个柠檬挤了好多，然后舀了好几勺，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汁儿。还有姜。还有姜。这个跟那个卷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啊。又买了一些小吃。这个海苔卷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哦，这个夹肉卷，它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它里边夹肉。这个海苔肉饼的味道。我后面这就是中越边境的跨国大桥了，属于是。像越南人他们早上会从这个桥过来这边做生意，然后下午现在他们已经陆续再回去了。你看有些人身上还扛着大包小包的货物，就是往来做贸易的。这是北仑河，是东兴和越南芒街的一条边境界河，对面就是越南了。越南的芒街这个城市，从这个玻璃这边可以看到，但是看不到具体的人。我现在在这个围墙上面，北仑河，然后这边看过去就是越南的领土。感觉这个植被非常茂密，会让我想起那种就是东南亚犯罪团伙那种藏身的窝点，全是草和雨林。这个水流得非常快，然后全是漩涡，和那种电影里的就是很像。
这就是立在边境的大清国界碑，这应该是5号界碑，建于光绪16年2月。那边好看一点。有个塔。对，之前做那个莽氏攻略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塔。你看那边有一个房子，酒店写的是中文。不用。越南拖鞋。这个只是鞋底。对啊，它上面是有自己拼的那个花，拼这个颜色，对，或者这种夹角的。还有这样夹角的？对啊。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百香果干儿。这个几块？6块。哦，这个是4块对吧？这种是4块，这种是3块。哦，那我要个4块那个就长一点。要冰的吗？有冰的。啊，冰的吧。这个是越南的是吗？泰国的。泰国红牛。能点开。你先尝吧。我觉得没有太大区别。我觉得好像浓一点，它更像那个，更像那种感冒糖浆的那个口感，比那种国内罐装的要浓一点。这到底是榴莲还是菠萝蜜？榴莲蜜它是榴莲跟菠萝蜜嫁接，要有榴莲味呢。你看它是要这样子拉开才能那个嫁接。给你尝一下，好吃的，买多，拿套着手抓来吃，拿这个。谢谢。榴莲口感的菠萝蜜，软软的，香香的。这到底是啥？哎呀，说不清。糯糯香香的。它兼有榴莲和菠萝蜜的2种香味儿，然后因为它熟过头了，有一种酒精的那种，就是成熟水果的香味儿，还可以。但是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榴莲和菠萝蜜能火，而它不能火了，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特色。因为你想吃那2种，你已经熟悉那2种了，就是对它已经没有那种独特的渴望。夜幕降临，现在是晚上7点多，我们在附近这个口岸的步行街逛一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吃的。我们闲逛来到了东兴中越人民友谊公园，抽叶。东兴口岸是开放参观的，参观要10块钱，10块钱门票只能到这个黄色的这个口岸的建筑前面，在这打卡拍照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一段是10块钱覆盖区域，其他地方也是进不去的。我要一杯牛油果汁。牛油果汁儿。据说这边牛油果汁很好喝。完了，我每次插都会失败。因为你犹豫了。OK。确实好喝。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这可能是今天一天吃的最好吃的东西。就是牛油果的清香，还有那种甜甜的、淡淡的甜甜的味道。我就说你能爱喝。这么晚了，还这么多人过境。他们是不是本地人还能过呀？但是外地人就不能。是24小时的吗？不能吧？应该不是。
刚逛了一圈，这边晚上卖的东西跟白天都差不多，而且晚上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热闹。我以为会有一个夜市儿之类的，没有。然后有很多吃的店已经关门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去休息了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呢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7点多，我身后这个口岸已经排了这么多人，大家都是等待着过关去越南那边的。这看起来都是中国人过去卖菜的，赶早市儿。包子都什么馅儿，老板？看价格。我要一份小笼包。我要一份小笼包。我也小笼包吧，2份吧。2份，这次吃打包。这吃，再要2个豆浆吧。好，各位。在口岸这附近没找到什么特色的早餐，大部分店铺都没开门，就吃点小笼包。我们待会儿还要赶车呢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那些人做生意的想过去第一个的，慢好多人6点钟来排队了。哦，他们就赶早市是吧？那他这个口岸晚上开到几点啊？9点，早上8点到晚上9点。哦，9点。中国时间。对，中国时间。像以前10多年前的时候，这个围墙还没围起来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偷渡过去的，没有人办证的，6点钟就过去了。坐船吗？对，直接坐船过去。以前不管的，以前只要你过去，你不离开越南那个芒街市就可以了。像越南人他过来，只要你不离开东兴市，没有人抓你的。你不要离开东兴市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查到？他坐个车走了？反正你离开东兴市的每条路都有检查站。现在是不是也还有偷渡的？就是我看也有偷渡，但少，现在也有偷渡的。现在偷渡的那些人主要是好多人都是越南往咱这边来对吧？越南往这边很多越南人偷渡去那边广东打工好多的。他去那种化工厂啊，工资很高了，1万多块钱1个月的。他对身体有毒的那种工厂啊。他现在他招不到工人了，现在中国人没有人愿意干了。是。还有或者是那种工厂很脏很累的，根本招不到工人。像那种年轻人谁会做这个？是。他们现在那种年轻人，你说他2句就提桶就跑了，别说给你做工。对。是。就像东兴以前90年代的时候啊，卖房子去美国打工一样。这边也是去美国是吗？很多以前把整栋房子卖了，那时候卖5、6万块钱嘛。全家人去美国打工，给那个蛇头当那个路费。对对对，坐那个船1个多月才到美国。都是坐那种货轮去的。去了如果半路生病死的那种，直接丢海里。你撑不到那边的话，因为他坐那个货船很慢，他经过每个国的港口，他都要停装货上货。就一说你去美国，你要在那里忍个3、5年，你回来就风光了。意思说，在美国干1年也是比我们干10年。是。你要去那里，去那边也是做那种低等工作。是。人家美国人不愿意干的那种工作。洗碗什么的。对对对，洗碗或者都是这种工作。如果高档工作的话，人家是不会要你的。这还有做那个香烟。对，我看满大街都是卖烟的。在口岸那种是假的。都是假的是吧？他们做走私的那种是真烟啊。也是中国的烟，但是中国那个烟啊，它在国内的话，它交那个税很重很重。对。一包烟10块钱，要交税交10多块。是。但是然后它出口，它就不用交那个税。他有个人在越南开个贸易公司，专门进口中国的香烟。中国的香烟到越南了，然后他又再回来，在越南又偷回来，这样就没有税了。所以就没税。烟也是真烟，只是出国了然后再回来。像以前那个日本的自行车，他过来好多了，但是人家东西的确好，他们买的
一颗螺丝都不会生锈。很好的那种以前那种日本的自行车。以前那时候我们国内新的才卖100多200多，那个日本那个旧的人家都卖300多。但还是有人买，就是那还是有人买，质量好。对，以前都是出口到越南的多。我看这边好多新楼在建的，这个对，都是那种烂尾楼吗？这种基本上都烂了，都烂。在疫情过后，东兴只有1、2个小区能按时交房，现在基本上都烂了。好像疫情那会儿，咱这边管得挺严，是吧？这里管得很严，这里封了好几个月，是吧？封1年，封了1年，整整封1年，不给出家门口。封的，反正他们说封的最久的是那个云南瑞丽，封了1年半。像我们那里的话，这种大路都不给出来了。这种路面，他就网格，他就说就用那个竹子围起来，几百人，最多1000人这样。围在这个网格里面，只能在这里活动。不给你出来。他一个网格里面有一个点是卖生活用品的。不给出来了。反正如果你那个网格里面有一个人，那个有感染的话，那个网格的人都会抓去被隔离的。好像边境的这个城市好多都封了很久。都封，主要是越南人不敢过来，都是中国人。中国人回来了。因为那时候那口岸他又关闭了，有些人又在越南又想回来。他们直接都是在游泳偷渡回来的。对，但口岸已经关闭了，你肯定是回不来。反正你证到期的话也没关系，越南那边也不会驱赶你。在越南人在中国这边的话，你证件到期，中国人也不会驱赶你。像那种越南人呢，在这边呢回不去呢，国家这边的政府还要安排给他住宿。对，要不然还要给他安排他们去合住。很多人都是中国人偷渡回来。反正那时候越南人他已经不管了，管不了了。对。他说反正每个人都感染，只要你接触那些人，100%会有。对。那时候越南比我们可能开放早1年这样。是。就是当我们开放的时候也是每个人都感染的，每个人都感染的。对，肯定的。都有几个人被那些民兵用石头被砸死了。因为偷渡吗？偷渡。他叫你不要靠近那些人，他又当你是越南人，都用那个石头扔你，叫你不要过来。反正你这些你也去，你也不敢去靠近他。靠近他你又被感染了。是。都被砸死了几个人。太惨了。他又当你是越南人打吧。叫你不要过来，不过你硬要过来，他就用那个石头扔你。那时候真的管很严的。那些当官的他又把他地位不保，管得很严很严的。